都说花钱如流水，赚钱却像登天，生活中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，从日常生活到突发事件，处处都离不开钱。许多人从不控制自己的花销，无论需要与否都买一堆，遇到商场促销必买，认为自己赚到了，但实际上很多东西过期也用不完，为了凑单买多余的物品，堆在角落里吃灰，办多张信用卡，花钱时毫无顾忌，却不知财富已被悄悄偷走，即使收入不低，也从来攒不下钱，这就是所谓的拿铁效应。有些不起眼的开支，长期积累起来，可能变成一笔巨大的消费。便宜却不实用的东西，各种不常用的会员卡，这些生活小神器，每次花钱很少，却足以在不知不觉中掏空你的钱包。金融顾问大卫·巴赫说，如果改掉一些坏习惯，省下生活中不必要的开支，你就是富翁。若能终结拿铁效应，你会比想象中更富有。一，你不是没钱，而是陷入了消费陷阱。拿铁因子一书中的主人公柔一的故事，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面临的财务困境。作为一家杂志社的副主编，柔一的收入在工薪阶层中算得上优渥，然而他却总是入不敷出。这种现象在当今社会并不罕见。柔一每天上班路上会买一杯拿铁，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，在他眼中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仪式。然而正是这样的小习惯，成为我们财务状况的隐形杀手。直到有一天，柔一被一幅画深深吸引，却因买不起而倍感沮丧。这种沮丧感促使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习惯。在咖啡师亨利的帮助下，柔一做了一个震惊的计算：一杯4.5美元的咖啡，每周工作日5天，1年下来竟累积到1200美元，刚好等于那幅画的价格。这让柔一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并非真的买不起，而是把钱不知不觉地花在了日常消费上。这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：很多人并非真的没有钱，而是陷入了消费陷阱，没有有效利用自己的收入。这种情况在年轻人群体中特别普遍。有些人认为赚钱就是为了花，认为花钱越多就越有动力去赚钱，但实际上这往往会导致恶性循环。像网友爱豆芽菜分享的经历一样，他月收入近2万元，本应过着舒适的生活，然而由于缺乏存钱意识，他的消费习惯让他陷入了财务困境。二，存钱的最终目的是多一份选择权。有人说钱不是省出来的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信奉及时行乐。可到了急需用钱的时候，却一筹莫展。这种观点在当今社会中颇为流行，尤其在年轻人中。他们认为人生短暂，应该及时享受，不应为了未来而牺牲当下的快乐。这种想法乍听之下似乎有道理，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危险的财务态度。当我们有了足够的财务能力，钱确实是赚出来的。然而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收入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没有良好的理财习惯，即使收入再高，也可能入不敷出。面对不断增长的消费欲望与缩水的钱包，节流成为最佳途径。这并不意味着要过极度拮据的生活，而是要合理分配收入，避免不必要的开支。南京女孩李申爱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出生在不太宽裕的家庭，她从小就有节俭意识，贯彻极简的生活理念。上大学时，她通过兼职不仅完成学业，还用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人生第1套房子。毕业后，她继续努力工作和节约，攒下了第2套房的钱。李申爱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感并不来自无节制的消费，而是源于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安全感。3，拥有更好的财务未来。存钱不仅仅是为了应对眼前的困难，更是为了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安全感。存款是个人最坚强的后盾，不仅能增添抵抗风险的能力，还能让我们在关键时刻拥有更多选择权。当我们把钱投资在自己身上，无论是教育、健康还是个人发展，都可能获得高额回报。只要兜里有钱，我们就能从容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，拥有更多的自由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基特和埃斯特的研究发现，人之所以贫穷，是因为掉入了消费陷阱。
办理各类购物卡，买高档礼服等使用频率低的东西，盲目购物，这些不理智的消费行为让我们深陷财务困境。很多人觉得消费是在犒劳自己，但不合理的消费习惯只会带来还不完的账单和深深的焦虑。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曾说：“你有多会克制自己的欲望，你就拥有多少自由。”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理财的本质。当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时，就获得了更多选择权和自由度。在这个充满诱惑的社会中，保持清醒和自制力变得越来越重要。4. 实用的存钱建议。1. 购物前三思，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，使用频率高不高，是否有替代品。2. 选择高品质物品，避免购买低质量的打折商品，将钱花在刀刃上。3. 使用365存钱法，每天存不同数额的钱，1年下来可存下不少。4. 定期记账，了解钱的去向，及时调整消费习惯。5. 培养存钱习惯，使用52周阶梯存钱法，逐步积累财富。改变始于当下，从小小的拿铁开始，逐步培养健康的财务习惯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从容和美好。愿你我都能摆脱拿铁效应的束缚，在理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，过上心之所向的精彩人生。关注我，我是赚钱天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